以前如果你问我财富自由是什么，我可能会说赚更多的钱，存更多的钱，投资更多的钱，最好能够早点退休。但今年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我离开了工作了8年的 Meta， 开始有了自己的 gap year。那突然之间我拥有了很多年都没有的东西，就是时间。那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，财富自由到底是什么呢？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不打算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，因为我自己也还在探索，但是我想分享一下我对财富自由的认知发生了几个变化。以前的我和很多人一样，总觉得财富自由是一个目标数字，可能是100万，可能是500万，好像达到那一个数字，人生的问题就解决了一样。但是我发现我找不到属于我的那个数字，而这个数字给我带来的安全感似乎也一直在变化。那刚毕业的时候，我觉得存下10万就很多了，后来又觉得存100万很多，再后来又觉得100万好像也没有那么多，尤其是在湾区呢，有房子啊、教育啊、医疗啊、生活成本啊等等，他们都会影响你对数字的判断。所以我开始意识到，财富自由它可能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，而是一种状态。我自己也在科技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，我见过很多收入很高的人，他们都非常优秀，收入也远远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平。但是有趣的是，很多人依然在焦虑，依然担心裁员，依然担心下一次的绩效，依然担心股票会下跌。那我自己也曾经身处其中吧，所以我慢慢发现，高收入和财富自由其实是2件不同的事情。那高收入呢，只意味着你有很高的赚钱能力，那财富自由其实更多的是选择权，两者它们有一定的关系，但是并不是完全相同。那现在的我更喜欢把财富自由理解成是一个过程，而不是结果。那当然这个也是我目前的个人理解。第一阶段，生存自由。那这个阶段特点很简单，就是停止工作等于收入归零。那很多人虽然收入不错，但是依然处在这个阶段，因为工资高不等于财富自由。那举一个例子，一个年薪50万的程序员，他有房贷啊、车贷啊，加上各种消费，每个月就几乎花掉了他的大部分收入。如果失业1年，他的压力依然会很大。这个其实不是财富自由，而只是高收入的打工人。那在这个阶段，最重要的目标并不是投资，而是提高你的赚钱能力，增加收入，建立应急储备金，然后控制一下消费，主要是先让自己站稳脚跟。第2个阶段，安全自由。那当你有了一定的积蓄，比如说有了6个月甚至2年的生活储备的话，你开始敢说这份工作我不太喜欢，这个老板也太离谱了吧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工作？因为这个时候的你不必再为了下个月的开销而恐惧，那这个就叫安全自由，它也给了你一定程度的选择权吧。第3个阶段，现金流自由，这个也是很多人追求的财富自由。定义很简单，就是投资收入大于生活支出。那例如你1年需要花费8万美金，那你的投资组合每年可以稳定的产生8万美金，理论上呢，你已经不再需要依赖工作而生活了。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著名的4%法则。这个法则认为，只要你的投资资产达到了每年生活开销的25倍，那你每年提取4%出来，理论上就可以长期维持生活，而不用把钱花光。那简单来说，如果你1年花费10万美金，那么目标就应该是250万美金。当然呢，现实还会更复杂，比如说税收啊、市场波动啊、家庭开销、孩子教育，而且比如说你老了以后生了一场大病，这种算法就不知道会不会经得住考验了。但它的核心逻辑其实是不变的，就是资产开始替你工作，而不是你一定要出卖自己的时间，一直替钱工作。第4个阶段，时间自由。那很多人以为现金流自由就是终点了，但其实不是，因为很多人虽然很有钱，但是依然没有时间。比如说企业老板啊、创业的人啊，他们收入可能非常高，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停下来。那真正升级的是时间自由，你可以选择工作不工作，什么时候工作，或者是和谁一起工作。第5个阶段，人生自由。这个已经是最后一个阶段了，也是很多人最容易忽略的阶段。那很多人拼命挣钱，结果牺牲了健康、家庭、友情，甚至是快乐，最后发现金钱上是自由了，但是人生并不自由。所以我越来越认同，财富只是工具，它不是目标。那财富自由真正的意义在于让你有能力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。如果你喜欢陪伴孩子成长，那财富自由可以让你有时间陪伴孩子。如果你
你喜欢旅行，财富自由可以让你有能力探索世界；如果你喜欢创作，财富自由可以让你不必为了流量而创作。那最后呢，直到今天，我也不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，我也没有标准答案，而且其实我现在短暂的自由得益于老公托起了整个家。但如果你问现在的我，财富自由是什么？我会说，它不只是账户里面的数字，它也包括了对时间的掌控，对生活的选择，对未来不那么焦虑，以及能够把精力真正的放在重要的事情上面。而我们小家的目标是让我和我的老公一起过上财富自由的生活，不必为了下一次裁员而担忧，也不用受困于几乎要把人榨干的工作。那如果你看到这里了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理解的财富自由是什么，或者你觉得自己处在哪一个阶段。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加关注。我是龙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